双缸忍者650、三缸凯旋660、四缸本田 CB650， 加速都是 3.7 秒，怎么选？这台车呢是从海宁过来的，还有一台从临平。车辆改了进排气 ，ECU 呢也解限了，转速从1万转解限到了11500。一档表显极速为83，二档表显极速为119，三档表显极速为149，四档表显极速在180，转速的上升不是很快哦。最终这台车跑出了 3.7 秒的加速成绩，在我的加速排行榜中排名第22位。0到50 1.5 秒，已经是受结构的限制了。50到100呢用12.2秒，0到150呢用18.0秒，0到160呢几乎能赶上了凯旋3XG 660。那台百公里加速也是 3.7 秒，但是马力达到了80匹。0到100米呢用时 5.1 秒，0到200米用时 7.7 秒，也是很接近凯旋660的用时。不过呢，默速度稍微要差一点。大家发现没有？我测过很多台650排量的车型，有春风650、铃木 SV650、川崎650、CBR 650、凯旋的660，有双缸、三缸和四缸。马力最大的是四缸 CBR 650，解限后达到了95匹的马力，转速呢达到了13200。全油门弹射0到50，甚至是0到60，最慢的也是它。如果是低转速起步的话，它会更加慢。但是后程加速最快的也是它，因为它的动力跨度很大，在上一期的视频也讲有了。而且这台的调教动力跨度更加大，最高转速达到了16000转，而 CBR 650仅仅为13200转。但是看了评论区的回复呢，真正懂的没几个。这一期呢，我再次拿650左右的双缸、三缸、四缸进行对比，而且三台车百公里加速都是 3.7 秒。动力最爆炸的是双缸忍者650，接着是排名第18的三缸凯旋660。动力体感最弱的是马力最大的四缸 CBR 650，全油门弹射起步，即使用到最大功率和最大扭矩，它也很容易掉转速。包括接近120匹的 CBR 600双 R， 百公里加速 3.1 秒，大家都用最高转速起步，它0到60甚至都跑不过采用双缸结构、排量更加少的钱江赛450。70以内甚至都追不上百公里加速 3.7 秒的双缸忍者650，等追上了速度可能要超过90了。如果是半转速起步的话，可能120都追不上。这也是为什么百公里加速都是 3.2 秒的 KTM 790和川崎的 Z900， 街道或者是山路双缸的790可以轻松拉爆四缸的 Z900， 因为百公里加速的数据是全油门弹射测出来的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这两台车，一个双缸，一个四缸，一个70多匹，一个95匹。90以内四缸的 CBR 650都是被双缸忍者650越拉越远。3.7 秒的时候，两车速度相同， CBR 不被忍者650拉开。110、120的时候 CBR 650就慢慢追忍者650，追上的时候可能速度都要140、150了。再拿一台慢一点的双缸650进行对比吧，一个61匹，一个95匹。80之前呢，春风650一直在前面，而且越拉越远。到了 2.8 秒的时候，两车的速度相同， CBR 650R 不被春风650拉开，等追上的时候速度可能超过100了。如果两车都是半转速起步的话，可能130都追不上，因为 CBR 650它动力跨度比较大，所以1万转以内的动力它是不如春风650的。也就是说，两车都用1万转起步的话，95匹马力的 CBR 650会被61匹的春风650吊打，而且速度达到150都还有可能追不上春风650。春风650呢，相当于上一期视频的双缸忍者400，而 CBR 650R 呢，相当于四缸的 ZS4R。所以为什么说1万转以内都不如忍者400？很多人只看百公里加速这个数值，即使百公里加速一样，95匹的四缸 CBR 650速度也要超过120才能追上70多匹的双缸忍者650。如果大家都是半转速起步的话，可能超过160都追不上。很多会拿马力图来说，扭矩差不多啊，实测对比怎么会差那么多呢？所以真实的数据、亲身的体验，还有亲自实测过，三者缺一不可，说出来的东西才是可靠的。看数据说车，看图说车，或多或少都会有点片面的。
很多人呢都没骑过小排量的四缸机，例如250或者400四缸机，所以会对它有一种憧憬，从而呢听风是风，听雨是雨。我希望我能做的，尽可能能把那些漏洞或者偏见的观点给填补或者纠正过来，能在大家选车购车的时候能更具参考意义。刚才我试一下，它这车的震动明显要比原厂的 ECU 震动要稍微大一点，它基本上从世界站震动都要比原厂稍微大一点。原厂的震动是很柔和的，因为它刷过程序的，可能点火体前角喷油量也更加大，所以动力来的特别猛一点。还有它转速已经截到了11500，改了高流量空滤，还有全档的排气，还有一个2节的程序。动力来了，震动自然而然会大一点，所以说会感觉到4000转它的震动会稍微大一点，而且后段的持续性呢也更加强。但是呢，有一点呢，它离合片并没有加强。当我11000转之后弹离合的时候，明显感觉到它离合片有点软，咬得不够清晰，这点离合片可能要加强一下。因为动力增加了，它还用原厂的离合片的话，它可能咬合力没有那么清晰。动力部分呢，明显比原厂的要暴躁一点。还有这台车的车架不是特别的硬，强度也不是特别的够，只能说达到街跑的级别吧。刹车呢，前段呢是有点模糊的，它可能有1/4是模糊的段，你要大力一点，它制动力才会蒙得过来。前段是有点柔和的，很多车设置都是这样的，除非你是运动型特别强的车子。这个油门框量有点大了，可能还没来得及调整吧。还有它的前减震和后减震都是偏舒适调教的。之前我在柳州测那个 Z650 的时候就说到了，可以说跟运动不怎么沾边了，主要偏向于舒适性更加多一点。其实刹车的制动力是够的，只是它手感前段会模糊一点，所以说会感觉有点力道不够的感觉。其实日常用是够的，前减震日常用也是够的，但是它动力已经加强了，所以前减震也稍微要加强一点，刹车也要加强一点。所以说动力和刹车减震是整套了，是一个体系的，你不能动力加强嘛，前减震还是用原来的减震的设置调教。吉林三角呢也不是特别累，基本上跟忍者400差不多，极速没办法测了，这台车应该极速能跑到230吧，它3.7秒呢，说明动力是有的。大陆版本的功率在45千瓦，100公里加速 4.1秒。国外版本的是52千瓦，100公里加速 3.9秒。这台估计能到55到56千瓦，加速 3.7秒。